天的分享呢，主要分为这个指纹特征识别，然后依赖端点探测，Actuator 未授权之信息泄露，然后命令执行，Actuator 验证爆破这5个板块来为大家带来分享。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指纹特征识别。指纹特征识别呢是信息收集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在第一期的那个分享中，就是那个信息收集从零到一嘛，然后信息收集确实是这个测试过程中挺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就是组件或者是框架的一些特征，就可以判断就是目标资产的使用哪些框架和组件。而 Spring Boot 的这个指纹特征的话，也是很简洁明了的。我们来看，它最明显的这个2个特征是一个是图标和这个报错页面。这个小绿页可能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是 Spring 的这个默认图标。如果就是开发人员，然后不使用自定义的这个图标，或者是禁止了这个图标页面显示的话，它就会显示这个默认的这个小绿页。但是在 Spring 2.2版本的情况下，它就移除了这个默认图标。右边的这个报出页面呢，这个 Water Label Error Page，这个是当我们访问目标资产的不存在的路径的时候，它就会提示这个报错页面，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很容易就判断这个目标资产使用的是 Spring Boot 框架。这个相比于前面的这个小绿页，它更能判定这个框架的类型。下面呢，这个是RMI 的这个搜索 Spring 框架的一个语法，然后大家下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一下。Spring Boot、Spring Boot 和 Spring Code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呢，我简单介绍一下。Spring 呢是一个轻量级的开源框架，它有很多的依赖，然后这些依赖呢提供了很多的功能，然后并且为 Java 应用程序提供了全面的基础架构支持。而 Spring Boot 呢，是这个 Spring 框架的一个拓展，它比 Spring 更快、更高效的在 Java 应用程序中进行开发。它不仅嵌入了这个 Toolkit 的容器，嵌入了这个容器后，我们就是不需要上传部署外包，然后 Spring Boot 呢也提供了一些生成指标。这个生成指标呢，主要是通过这个 Actuator，也是就是分享的这个主角来进行提供的。这些生成指标呢，会提供一些 Web 端点访问，我们可以在浏览器中，然后访问这些端点，从而知道我们的应用程序的一些配置，然后健康指标和这个响应状况。Spring Code 呢是一系列框架的有序集合，它是用 Spring Boot 的开发风格，然后做到了一键启动和部署。然后它有什么这个负载均衡啊、断气、数据监控这一些功能。总的来说，这三者之间关系是很紧密的。对于 Spring 的版本不同，它在请求方式和这个访问路径下也有很大的差异。在 Spring 1版本下，我们在域名根目录下直接可以访问这个目标路径，然后在版本下，它需要在域名后面添加一个 Actuator，然后再进行访问。在请求方式下，POST 的请求方式面。在版本的话，它是通过 JSON 格式进行一个请求的。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 Spring Code 和 Spring Boot Spring 之间的联系，下面呢这个表格就是 Spring Code，对这个 Spring Boot 的一些兼容关系。
因为这个 Spring Code 是根据 Spring Boot 进行一键部署和开发的。第一部分的指纹特征识别呢，就是这些。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依赖端点探测。因为之前我们提到了 Spring Boot Spring，它之所以这么强大，是因为它有很多的依赖，然后提供了很多的功能。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一些常见的依赖使用。这个 Spring Boot Stacker Web，它这个依赖呢是对全站 Web 开发的支持，然后包括 Toolkit 和这个 MVC 组件的支持。然后这个 Spring Boot JDBC 这个依赖，它是针对 Spring Boot 连接数据库的驱动的支持，它可以提供 JDBC 接口，然后连接数据库。第三个是这个 Actuator 这个依赖，这个依赖呃很重要，它提供了就是生产准备的特性，比如说它可以帮你监控和管理一些应用。这个 ENV 这个端点就是提供了Spring Boot 项目的一些配置文件，它是基于 JVM 环境下的一些配置文件。还有就是 Info 这个端点呢，它是提供了 Spring Boot 这个项目里面那个 application 这个配置文件中的 Info 前面的这个配置。我们通过微博端点访问，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项目里面的一些配置文件。HR 也是一个数据库支持，它是一个 HR database。这个数据库呢和之前的MySQL 和那个 JDBC 数据库有不同，因为它是一个轻量级，它可以直接嵌入到应用项目中，它也不需要就是独立的安装，它直接嵌入项目中进行打包，然后后面可以直接应用。然后它呢可以通过在 Web 端点中进行访问，并且可以执行 Circle 语句。第五个这个依赖呢是这个 Java，这个依赖呢是为 Spring Boot 接口中提供了这个动态运行的脚本。我们可以在 Spring 项目中可以加载这个外部请求地址的文件进行设置，然后并且运行。最后一个也和之前的HR database，然后 JDBC 数据库一样，也是一个数据库驱动引擎，然后用于连接 MySQL 数据库，提供一些数据支持。这前面的6个呢，是主要常见的环境依赖。后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三个依赖，然后产生的这个 Actuator 的路由端点。Input Actuator 的关键特性呢，是在应用程序中提供了众多的 Web 端点，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访问这些端点来了解应用程序的运行时的内部状况，然后获取到一些环境属性，并且得到就是应用程序的一些内部状况，就看目标接口它响应的是不是正确的。比如说有些响应的状态码是200，还有一些400。它的端点主要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是这个应用配置类，应用配置类呢主要是针对一些配置文件进行设置的。这个 ENV 绝对是很重要的，它呢，是记录了硬件和 JVM 环境下的一些配置信息。我们访问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一些目标的内网 IP，然后一些Spring Boot 搭建的根本路径，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数据库连接地址和用户账户信息。第二个是度量指标类，度量指标类呢，这个 health，我们访问这个 health 的话，它就会返回这个应用程序中的一些接口的
状态值，就是响应码啊、200那些。第三个是操作控制类，操作控制类，比如说 refresh、restart、shutdown。refresh 呢是对之前因为中我们设置的一些属性，然后进行一个刷新配置。restart 呢就是我们将这个 Spring Boot 呢进行一个重启项目。shutdown 呢就是将这个 Spring Boot 进行了直接就是关闭了。具体的就是还有很多的这个端点，其实所有的端点呢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是表达的含义。有前面提到的 env 会显示当前的环境特性，然后 info 就会显示应用的基本信息啊，然后这个 helpdump 的话，我们访问 helpdump，它就会让我们下载一个JVM 堆 dump 组成的这个压缩文件，里面可能就会含有很多就是敏感信息，如果就是过滤不当的话。这些端点呢都是默认内置的端点，然后开发人员的话，我们可以自定义一些跟路径和端点，比如这个 manager 和 management，或者是根据项目名称，然后自己定义的这个端点名称，然后也可以修改一下就是内置的端点名称，比如将这个 env 修改为 appenv。所以说这个端点不仅是这个默认的，也有就是自定义的人，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去访问的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在前面提到的一些路由中，然后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端点，它对于我们的攻击和这个寻找漏洞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又是这个 ENV，这提到了很多。这个 ENV 呢，它里面确实有很多配置环境。比如说它有一些内网地址，然后用户名信息，然后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它这个里面，它这个 password 的密码的话，它会将其设置为星号，进行一个托命。在后期的这个呃漏洞中，我们可以访问这个设置 env 一些属性，从而对一些密码进行脱敏。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 POST 请求这个 env 接口，然后设置属性，间接触发相应的 RCE 漏洞。这个 refresh 就是刷新我们前面就是 POST 请求设置属性的这个端点。那 restart 呢，就是重启这个 Spring Boot。这个 restart 呢，在后面的那个 Actuator 之命令执行中，有几个这个 RCE 命令执行中会用到。第四个是这个 Janarchy 的话，它提供了许多的这个门并接口，因为接口，我们在后面的命令执行中也会用到这个端点，我们通过设置这个接口，然后从而就是执行一些 RCE 漏洞。第五个呢，这个 trace，它主要是记录一些 HTTP 请求，它里面可能会包含HTTP 请求的 cookie 啊，然后 JWT taken 等信息。我们可以就是将里面的 cookie 或者是 JWT，然后用作这个越权的测试。好，下面我们进入了这个本次分享的这个重要环节嘛。这个 Actuator 未授权之信息泄露，这主要也是通过前面的访问几个就是重要的端点。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 Swagger 路由调用。开发人员呢，没有意识到，就是地址泄露就会导致
有些时候就是忘记切换为线上生成环境，或者是有些没有更改配置文件，忘记切换环境配置，我们就是可以通过在域名后面，然后访问这个 VR API DOS 这个路径，或者是这个 Swagger UR TM 这个路径，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 API 接口。然后我们也可以就会遇到就是 Swagger，然后这些相关的路由。这个图片里面呢，就是一些常见的 Swagger，然后路由，还有一些 Swagger Dummer 等路由。我们在就是测试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用一个目录扫描工具啊，然后将这些进行一个字典导入，然后探测是不是存在这个 Swagger 路由调用没有切换到新的环境啊，或者是造成一些接口暴露。一般来说呢，这个 Spring Boot 的应用相关接口并不算漏洞，但是以默认安全来讲的话，就是不暴露这些相关接口来说就会更加安全。因为如果暴露这些接口的话，我们访问接口，然后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应用系统是否存在未授权访问啊，或者是还有是否存在越权等其他业务类型漏洞。还有一些接口呢，它的那个名称就是和我们资产的一些主要业务其实很容易就能发现，比如什么 password delete 这些，可以根据这个接口名称就能判断这个目标资产它是使用的这个业务。Acquire 端点泄露，这是由于这个 Spring Boot 没有设置了一个安全依赖，然后导致可以直接通过访问 Actuator 这些端点来看到一些应用程序的健康指标那些。这个认证字段的获取，我们可以来证明可影响的用户，因为这个认证字段在前面提到了是在这个 trace 路径下可能是存在的，trace 路径下可能存在一些 cookie 啊，然后JWT taking 啊，如果就是我们看这张图，这个里面这个认证字段里面，这是一个认证字段，我们可以将这个 taken 字段，然后替换成其他用户的 taken，然后测试是否存在就是有没有越权这些漏洞。第二个呢，第二个呢，可能是有一些数据账户密码泄露，这些账户密码呢是在那个 ENV 这个端点下面，ENV 端点下面呢就很多的这个JVM 环境下的一些配置信息嘛，它也可能有一些什么数据库的一些地址啊，然后账户密码啊也在里面。这张图里面是显示了这个 MongoDB 的这个地址，然后还有一些账户密码，我这里看不到，这里打码了。第三个呢是这个 GitLab 的源代码泄露，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访问这个 Health 端点，Health 端点是记录一些应用程序的健康接口状态嘛，然后它也有可能是配置不当，造成 GitLab 源代码泄露。我们可以就是访问这个目标的 GitLab 原项目地址进行一些代码审计啊，然后看它是否存在一些这些漏洞。然后还有可能造成信息泄露的呢，还有这个 Pfdump 端点。Pfdump 端点的话，我们访问的时候就会下载一个 JVM 堆栈组成的一个压缩包。我们解压里面解压后，然后打开，可能会泄露你里面的站点内存信息，甚至有些时候可能会包含一些后台用户的账户密码。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泄露的账户密码，然后登录后台，直接 get 泄露。其实这个端点泄露造成的信息泄露，主要还是由于就是开发人员配置不当造成的。因为在很多项目中，就是访问这些端点，其实能得到的
信息呢就是很少。第三部分呢是之前提到了，在 ENV 接口中，它可能设置的一些密码呢，它会使用这个星号来进行一个代替脱敏。然后这里呢，主要介绍几种方法，对，就是 ENV 环境下这些密码的一个脱敏，然后得到一些明文密码。我们看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它必须要保证目标网站是存在了这个端点，是因为这个端点里面有许多的这个 mapping 接口，我们可以通过设置这个接口的属性，然后进行访问，然后得到一些净值，然后净值里面可能就包含的有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加密后的这个明文。我们看这个步骤一，它是确定这个属性名嘛？属性名是在这个 ENV 端点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个端点里面搜索一下它这个星号，然后确定它前面的这个属性值，然后通过以 POST 请求的方法，然后向这个接口以 JSON 的方式发送。设置这个接口就是 Orange Spring Framework Code Content Environment name 这个接口的名称，然后这个 Security User Password 是那个安全验证的那个密码，啊，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就是想要知道的这个密码的这个属性。我们通过以 POST 请求向这个接口发送。然后我们在回保里面那个键值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所需要得到的这个铭文。第二个呢，第二个呢和第一个不一样，它主要是通过POST 请求，然后设置 ENV 的一些属性，然后通过 reverse 这个端点进行刷新配置。但是它这里要用到这个服务，这个依赖服务，这个 invoke，在前面也和之前首先要确定这个属性名称嘛，然后我们监听这个 Balling 端口，然后以 POST 请求的方式，然后设置这个 environment service URL default 作为这个我们自己搭建的这个Balling 端口。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所需要前面所需要的这个明文密码设置的属性，然后以 POST 请求的方式提交了这个请求，然后我们再访问 refresh 刷新配置，然后此时呢，Spring Boot 它就会刷新配置，然后加载这个属性页面下的这个外部请求，然后访问我们监听的这个8.0端口。然后从而在我们的这个主机上面就会显示一些 HTTP 请求报文。在请求报文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cceleration 这个认知段，这个大家肯定很熟悉。这是一个 HTTP basis acceleration，它就是 Toolkit 它那个控制台也是用了这个进行验证的。我们在得到了这个请求报文后呢，这个后面是 base64进行编码的，然后我们将其进行一个解码，就可以看到它是铭文呢是 view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这后面呢就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这个铭文。我们下面看一下一个案例，有这个方法2的案例。我们是这是我自己搭建的一个环境嘛。我们在这个 ENV 这个短点中，我们搜索一下这个含星号的这个属性嘛，比如说这个 security user password，然后我们确定那个属性号，然后我们在自己的主机上监听端口，然后通过这个 burp，然后以 post 请求的方式设置这个 URL 属性，然后为我们监听的这个端口。这里面呢是我们所需要
知道的这个 security user password 的这个属性。通过请求后，再使用 refresh 这个刷新配置，在这个我们的主机上就会得到一个 HTTP 请求报文，然后里面含有一个 SRC 这个认证字段嘛，然后我们再对其进行一个解码，可以看到，这个属性值为这个 admin，这就可以就得到了 ENV 中就是进行脱敏的一些密码。前面两种方法介绍，还有最后一种方法。第三个方法呢，主要是访问这个 head dump 端点接口。head dump 端点接口，它会让我们下载一个那个压缩文件嘛。然后在这些压缩文件中，它会有很多实时的 JVM 对信息，然后里面可能就含有就是我们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密码明文，然后我们将其下载后打开，然后使用这个 MIT 工具，这个 ECAS MILC，然后打开下载的这个 helpdump 文件。大家下来就是感兴趣的话，下一个这文件，然后去就是验证一下。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呢，点击标签，搜索这个语句，小口语句，然后查询这个 password 的这个字的，然后通过一些过滤分析，然后获取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些明文信息。基于这个 Acquator 信息泄露，主要是通过这个三个部分，就是 Swagger 路由调用，然后还有一些由于开发人员的配置不当，导致一些什么就是数据库用户账号，然后 GitHub 源码地址，然后造成一个泄露。第三个是这个密码信号的脱敏，我们可以就是通过在 ENV 下一些进行了加密脱敏的这个密码，然后使用这三种方法，然后对其进行一个脱敏，然后获取到它的本来的明文。下面我们就要进入本次的这个重头戏了。那信息收集呢，只是可能算一个开胃菜，主要还是这个未授权的这个命令执行。命令执行呢，我主要分为了这6个部分。What label error page SPL，这是通过这个报错页面，然后执行那个 SPU 表达式来造成的 RC 命令执行。这个是 Spring Code 的这个组件的 RC 命令执行。这个 Error Stream 这是这个 Error 服务造成的一个 Stream 响应命令执行。还有就是有几个是由于设置属性请求外部的服务，然后造成 JNDI 注入。然后第四个就是关于 HR database 数据库的一些命令执行漏洞。最后一个就是外部请求 JVM 文件造成的命令漏洞。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报错页面的这个 What Label Error Page SPL，它这个命令执行呢，它还是对这个 Spring Boot 的版本有一定的要求，它是在这几个版本之间，并且呢，它必须要有一个能触发 Spring Boot 默认错误页面的接口以及参数。它的过程，我后面要会演示，然后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原理。然后 Spring Boot 呢，它在处理这个参数错误的时候，什么叫参数错误呢？参数错误，比如说一个接口提供的参数，它本来是整数型，但是我们是比如说字符型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符号，它就会展示那个错误页面嘛。然后它在处理这个参数错误的时候，它就会将 URL 那个参数值后面的进行一个递归解析。如果我们把那个参数值后面设置成一个表达式的话，它就会
被那个表达式就会被当做这个 SPA 表达式进行一个解析执行。如果这个表达式我们设置了成一些什么 NCL 啦，然后一些其他的命令，然后就会造成命令执行漏洞。大家可能会对这个一个触发 Spring Boot 默认错误页面的接口及参数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具体的看一下这个案例。这个呢，它是提供了这个接口，然后这个参数呢是一个整数型，比如说数1嘛，然后它就会返回一个正常的页面。这儿呢，我是将这个参数后面设置成一个7×7的这个乘法表达式，然后因为这个后面的它不是一个整数型嘛，然后它在处理的错误页面的时候，它就会被当做那个 SPEL 表达式进行执行，然后从而就计算出来了这个7×7=49嘛。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错误页面里面，这是一个就计算出来了是得到一个49。就如果我们把那个括号里面的那个表达式写成一个反正线哦，这里是通过这个 get runtime exe 这个函数，然后执行这个后面的这个编码是那个 bash-i 那个反正线的一个命令，然后将其进行了编码。然后当我们访问的时候，这里就会返回一个进程。其实，当出现了这一步的时候，其实它这个反正 shell 已经执行成功了。我们就访问的时候，就可以在就是自己的主机上监听一下目标的端口，然后就可以看到，其实它已经就是反弹 shell 成功了，也是命令执行成功了。这个也算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它需要满足它本身就是存在了一个接口啊，并且提供了一个参数，还有那个 Spring Boot 的版本的条件的限制。我们来看，就是接下来的第二个，第二个呢是 Spring Code 的 Snake 这个命令执行，它的利用条件呢是只要我们就是能访问这个 env 和 first 端点。然后并且呢，它的这个Spring Code 的 Starter 这个版本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它比较小于这个1.3.0这个版本。它的利用原理呢是通过在 env 里面，然后设置这个 Spring Code 的 Bootstrap Location 这个属性。这个属性呢是加载了外部的 YML 文件。我们通过这个 post 的方式，然后去设置了这个属性，然后再使用 refresh 这个端点，然后刷新了这个 env 这个配置文件。刷新的时候，它就会读取这个属性的外部的这个 HTTP 地址，然后请求这个文件。这个 YM 文件里面呢，它是有一个访问远程的 HTTP 的 OE 的加二文件。然后在这个加二文件中，它是通过这个 Spring Boot Spring 接口的类并行实例化的，然后在这个实例化中是通过 runtime exe 的这个函数，然后造成这个恶意代码的命令执行。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漏洞复现，这个就是前面放置的。远程的这个地址的 VM 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是通过这个 java.net URL 来访问远程搭建的这个加二。在加二这个包里面的 Java 代码呢，它是通过这个 exec 然后执行这个反弹 shell 的这个命令，所以说就和前面的这个过程一样。就是通过设置这个属性为远程的这个 YM 文件，然后并且触发了这个反序列化漏洞，然后加载这个我们文件中的这个加二文件，然后造成了命令执行。
一个是 POST 请求 env 这个属性，然后这是 JSON 的方式，因为这是编译2点版本的，所以它以 JSON 的方式进行一个提交，然后这里就是命令执行反程现有成功。第三个命令执行 RCE 是这个 Equal 服务造成的。它的条件呢，主要是通过 POST 请求 env 和这个 refresh 端点。它这里的利用原理和流程呢，它也是通过设置这个 env silent service UR default 这个属性为外部的这个地址，然后并且使用这个 refresh，然后刷新一些配置，然后加载我们设置的这个 UR 地址，然后放置在这个 UR 地址下面的这个脚本，然后就会执行 OE 的 payload。这些 payload 一般就是可能泻啊，然后就会造成 RC 漏洞。这是我们就是架设在外部 外部地址下的这个响应 XG 的 HTTP 服务，可以看到里面的命令执行是就是反正希尔嘛。我这里就是所有的这个命令执行都是通过反正希尔来进行验证的。以 POST 请求的方式，然后设置属性，请求 env，然后刷新一下，然后就会反映回到这里，然后返回到这里，然后目标文件，然后就会执行这里面的命令，然后从而造成 RC 命令执行，就这样。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呃连接成功了，本来需要成功了。第四个的话，第四个是外部请求导致 JNDI 注入，这个 JNDI 注入它包含了就是这2个命令执行 RCE 注入，它这个普通注入的话，它也会受到目标的 JDK 版本的影响，一般是81.1版本的。它主要是通过在 env 中以 POST 请求的方式，然后设置一些属性，为外部的请求文件，然后那个脚本文件就会加载，然后远程搭建的 JNDI 服务地址，然后那个请求到那个 JNDI 服务地址后，它就会执行放置在服务下面的脚本，然后造成一个 JNDI 注入，实现命令执行。看一下这个执行漏洞的这个logoback 这个 JNDI 注入，这个利用流程呢和前面的就是大致是一样的，但是它这里首先首先多出了一个，就是它必须要访问这个目标 URL 下，通过这个 reload by URL，然后后面紧跟着我们就是搭建的自己的这个 XM 文件，XM 文件它就会去请求远处的这个 RM 服务下的 JNDI，然后这里的这个设置 JNDI 服务地址是通过 RMI 这个服务来进行响应的。这里通过响应 RMI 服务后，会造成一个 JNDI 注入，然后就是开启了一个 RMI 服务地址的里面的这个命令执行。就当前面我们这里去请求这个 RMI 服务的时候，并且这个后面的路径是 JNDI，它这个脚本是主要是判断这个后面的路径是 JNDI 的话，它就会执行这个命令执行。
造成这个 JNDI 注入。我们看到，就是这一下进来这个命令执行就会成功了，反弹效应迎接成功了。有关于 HR database，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数据库。比如在 Spring Boot 这个项目中，它主要是 JNBC，然后 HR database，然后还有一个是 MyCircle 这三个数据库进行一个连接。HR database 的话，是一个用 Java 开发的嵌入式数据库，它可以直接嵌入到应用中，然后进行打包发布，然后这里非常方便的就是存储了少量结构化数据。对于 HR database 这个命令执行漏洞的话，它必须要有这个依赖嘛，有这个依赖，它才能就是连接这个 HR database 数据库。它有这个如下这个三个就是相关的命令执行 RCE，一个是 start HR database 查询 RC，这个是通过 HR database 这个数据库查询造成的一个命令执行。第二个呢是 start Spring Data Source Date HR database RC，这个呢是设置 Spring Data Source Data 这个属性为远程的一个 Circle 文件，然后我们访问那个 Circle 文件，就其实和第一个一样的，也是造成了一个命令执行。它们两个就是区别呢，主要是一个是设置是外部的一个 Circle 文件，另外一个是就直接使用这个 Circle 语句进行一个查询，造成了命令执行。第三个呢，第三个呢是这个 HR database 控制台的 JNDI 注入的一个 RC，这也是涉及到一个 JNDI 和前面的那两个流程是一样的，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利用过程中还是很大的区别。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前面两个它是怎么造成漏洞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restart HR database 查询这个命令执行漏洞。首先呢，我们肯定要先判断一下它是否存在 HR database 这个依赖。这个依赖里面的属性，比如说这个 Spring Data Source 这个依赖这个属性，在那个 ENV 端点中我们可以查询一下，但是就是在项目中，就是可能会被隐藏起来了。我们可以就是先去试一下，看是否就会造成命令执行。然后呢，通过 POST 的请求，然后设置 ENV 端点，这个下面可能看不清啊，这里这个create attributes as 这里是一个 circle 语句，大家看到没？这个是 T6和这个后面的这个 core T6，这是一个别名。然后这个后面是有用这个表，然后执行的命令执行的语句，这里是使用这个 chat，然后反弹 shell 这个命令，这个命令执行的话，它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别名的话，它如果我们第一次用了这个别名，我们下一次必须要换一个别名，它才能就是利用成功。这里 restart，它重启一下这个 Spring Boot 项目，它就执行成功，反弹效成功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由这个 HR database 造成的命令执行。这里呢，它是设置 data source 这个值为这个远程的
我们放置在远程攻击主机下的一个 Circle 文件。这个 Circle 文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和这个前面的这个其实是一样的，这个有点糊，看不清，就是这个 create a table，它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请求，然后通过执行后面的这个chat 返回一个反弹 shell。第三个呢，关于 HR database console 的一个 JNDI 注入，就当我们可以配置了这个 HR database 这个依赖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微博 HR console，然后这个目录来进行一个访问。当我们就是访问的时候，它会直接在后面就加入这个 session，就是接 session，登录到这个 HR database 这个控制台。如果我们就是下来就是复现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第一次访问的接 session ID，然后记录下来，因为后面就需要使用。就是这里，你看这个下面，它这里的话是这个目录这个路径，这个和这个前面的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一个 load do，就是 logo GSP，然后这里是以 post 的请求，然后设置相关的一些参数，主要还是这个 URL 这里，URL 这里是设置了一个 RMI 这个服务地址，它通过就是请求这个 RMI 服务地址下的 JNDI 路径。然后目标服务器下搭建的这个 RMI 服务，它就是收到了服务器发来的请求信息啊，并且它是 JNDI，然后就会响应一个JNDI 注入，然后返回命令执行语句，然后比如说就是前面的我们就是反弹一个 shell。最后一个呢，是通过外部请求 govy 文件。这个 govy 我们在之前的那个依赖里面也讲到，它是Spring Boot 动态运行的一个文件。它可以动态运行一些就是 Java 的并接口，提供很多容器注册的并的功能。集成 GUI 的好处的话，它和 Java 都是基于 JVM 的语言嘛，然后它在 Java 项目中，就是如果集成 GUI 的话，它会充分利用 GUI 的动态功能，并且呢，它可以当做 Java 来进行开发，对，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强大的 Spring Boot，它可以引用这个外部请求，这个 JVM 文件。这个通过外部请求交换文件的话，它呢就是有两个漏洞，一个是 restart login config 叫 Java RCE restart Spring My Sources Java RCE，它都是通过就是外部请求这个 Java 文件来造成命令执行的。我们看一下一个这个 restart login config Java 文件命令执行呢，它是通过以 POST 的请求方式，也是 POST 的请求方式设置这个属性，然后为我们外部搭建的服务器下面的这个 example 加 var 文件。这个文件呢，就是上面的一个以 runtime get runtime，然后执行的命令执行，这里面就是放入我们需要执行的一些代码。然后前面呢，我们讲了两个信息泄露和命令执行，它都是基于 Executor，这个依赖来进行的，它是未授权，它没有就是使用了一个 security 这个依赖的话，当我们访问这些 Executor 短点的时候，它
是可以直接在这个微博端里能进行访问的。但是如果我们引用了这个 security 依赖的话，就是我们在访问之前的一些什么 ENV 啊、info 啊、else，然后helpdump 这些 Twitter 的端点的时候，它就会弹出一个输入框。我们下面就是对这个 Twitter 这个输入框的一些可以进行一个爆破。我们将这个 Actuator 和这个 Security 这两者依赖集合，就是只有通过在配置文件中我们设置的这个 admin 账户信息，然后只有这个管理员才能进入访问，查看这些应用监控的功能。然后这两个母依赖呢，也为这个 Spring 提供了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开发。啊，这个是那个 POM 插面文件里面的这个依赖这个格式，就是在那个 application 配置文件中，然后设置的开启这个 security 这个依赖的这个账户，然后这是密码。我们看到这个输入框，大家肯定是不陌生的，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认证方式嘛。就是和这个 Tomarket 的控制台，然后也是用的这个输入框。这个呢，其实前面也讲过一次那个托米的时候，他返回了这个认证字节。啊，这里用那个 base64解码，然后选取字典进行爆破，主要用的是我这里用的是那个 Burp 里面的那个第三个那个自定义迭代器。它这个迭代器它是可以选取，就是选取一个参数嘛，就是选取这个后面的参数，然后设置3个不同的这个变量。那我们将第一个和第三个，然后选取一些字典来进行爆破，比如说一些弱口令和万能密码，或者是前期我们对目标资产进行收集的一些邮箱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冒号嘛，然后我们通过这3个的变量，然后选取合适的字典进行一个爆破，然后主要还是字典，因为字典的话，在前期信息收集的时候，如果就是获取到了一些就是有用的信息，然后对爆破成功具有很大的帮助。今天呢，我的分享呢就这些了。